第二章建模篇。在上一节基础篇的环节里，我们用 Shift A 里面的现有模型做了一个珍珠耳环的少女，并且粗略的体验了一遍 Blender 3D 创作的全流程。但是你跟我都知道，那个只是搭积木，建模是没有那么简单的。比如在这个房间里面的烛台啊、盘子呀、还有花，光靠现在的模型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学会在现有模型的基础上去改造它们。在本章建模篇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如何在 Blender 里面建模。这个呢是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和时间戳，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刚刚讲了，就是我们建模要从改造那些 Blender 的基础模型开始。那怎么去改造这些基础模型呢？首先呢，我们要从学会控制这些模型的点线面开始。好，我们打开 Blender， 首先我们把这个立方体G落到旁边，然后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球体，然后 Shift A 新建一个后头。好，我们现在要改变这些模型的点线面。那怎么才能移动或者改变这些模型的点线面呢？我们要进入编辑模式。那怎么才能进入编辑模式呢？首先我们选中我们要编辑的模型，按照键盘的 Tab， 然后这样我们就进入了编辑模式。再按一次 Tab， 我们就切换回了物体模式。所以你可以来回的按这种 Tab， 可以切换编辑模式和物体模式。但是你也发现了，在这个地方呢有好多种模式。那我们怎么去快速切换这些其他的模式呢？这样手动点肯定是很麻烦的，对吧？我们到编辑里面，我们找到这个偏好设置，然后我们找到这个键位映射，把这个拖动式的丙菜单给勾选上啊，然后把它关掉，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首先我们正常这样按 Tab 切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你按住 Tab 别松手，然后鼠标稍微动一动，你会发现会出来一个丙菜单。然后你记住按着 Tab 别松手哈，然后把鼠标移动到这个雕刻模式，然后这个时候再松开 Tab， 它就切换到雕刻模式了。所以丙菜单是这样操作的，大家可以用手去练一练啊。就按着 Tab 往上拖就顶点绘制，往这边拖呢就是那个权重绘制。大家可以练一练，就是你如果你之前有过其他 3D 软件的经验的话，你就知道可以按住 Tab 然后甩，也可以很快的甩到你想要的模式，这个是很方便的。当然你还是可以按着 Tab 像这样来回切换物体模式和编辑模式的，这个不影响。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如何在编辑模式下选择点线面。首先我们 Tab 进入编辑模式，我们现在默认是点模式哈，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点，你可以到这边点线面，第二个是线，你可以选择一根线，然后第三个是面，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个面。那快捷键是什么呢？快捷键是1、2、3，一是点，二是线，三是面。好，比如说按下1，它就切换到点模式，对吧？你可以选择点，二是线，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些线，然后呢3是面，然后你可以1、2、3、1、2、3这样去来回切换啊。这个1、2、3是那个大键盘，就是那个上面那一排数字键，不是小键盘的数字键啊，大家都有。好，你还有一种方法了，就是你可以按着 Shift 再点一下点，这样呢你可以同时选择点模式跟线模式。这个时候你这个既可以选择点，也可以选择面。你按着 Shift 呢，你可以把这个点线面全部都选中，那这样点线面都可以选了。你看我现在全部选中状态下，我就既可以选择点，也可以选择线，也可以选择面啊。但是我一般还是喜欢用1、2、3去切换，因为这样不容易乱。大家可以发现啊，就是你进入编辑模式之后呢，你左边这一排工具栏都是一排新的东西，这个呢都是辅助你去控制这些点线面的工具。本章呢我们会用一种非常轻巧的方式把这些功能都给提到。好，接下来我们讲在 Blender 里面除了这样一个个点，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方式。好，我们先选中这个球，然后 Tab 进入编辑模式。好，进入编辑模式之后呢，你就可以对这些点线面进行操作了。大家注意左边的第一个按钮就是选择按钮，你长按它会拖出来4个不同的选择方式。按着键盘的 W 可以快速切换这4种选择方式。比如说先选在调整上，然后按一次 W 呢，它就会切换到框选，这个时候你可以框选一片你需要的点。然后再按一次 W 呢，会切换到刷选，刷选就是你按着鼠标像橡皮擦一样，就是扫到哪里就擦到哪里，就能选到哪里。然后你再点一次 W 呢，就会切换到一个套索选择，就是你可以画成一个圈来选择你想要的一个方式，就是把你想要的一个范围给框起来。其实框选跟刷选都有快捷键的，框选的快捷键是 B， 刷选的快捷键是 C。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你用快捷键进入这个刷选状态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你其他键都按不了，就只能刷选，只能做这种操作。这个时候呢，按着鼠标中键可以擦除你刚刚选中的点，然后你想退出了，你要按着 ESC 键，或者说你要按着用鼠标右键在空白地方点一下，你就退出了。好，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框选的状态啊。好，除了刚刚讲的框选、刷选，还有什么呢？还有反选。比如说，我们先选中一块点吧，然后 Ctrl+I， 你就可以反选其他的点了。
那选择多个点怎么选呢？就是按着 Shift， 你可以点击那些不连续的点，就是多选。好，我们按着3切换到面模式也是一样的啊，这样看得清楚一点。按着2呢切换到线模式呢，那也是可以这样多选的。然后按着 Ctrl 呢，可以把2个点的最短路径连起来。比如说，先选择这一个线，然后按着 Ctrl 选择另外一根线，你看到没有？它就把这2个最短的路径给连起来了。好，先点这条线，然后按着 Ctrl， 然后点到这边，那这2个线就连起来了。好，按1切换到点模式也是一样的啊，比如说先点这一个点，然后按着 Ctrl 点到另外一个点，那这2个点的最短路径就被连起来了，对吧？这个很好理解。还有一种方法是选择相连元素，相连啊，就比如说你选择一个点，然后按着 L， 你就把跟这个点相连的这个物体的所有点都选中了。OK， 我们 Tab 退出啊。好，按着 Shift 选择球体和这个后头，然后按一下 Tab， 可以同时将这2个物体切换成编辑模式。好，我们先选中后头上的一个点，然后把鼠标拿到这空白处按 L， 你会发现它连不到一起。但你把鼠标放在后头上，哎，它就连在一起了。就是你要连在什么地方呢？你要把鼠标走到那个位置上，比如说我先点这个球，然后在空白处按 L， 它就没有办法连。然后把鼠标放在这个球上面，不用点啊，再按 L， 它就连上了。这个相连元素是以4边面为计算的，所以说当你如果中间出现一个三角面，可能就跨不过去就断掉了，所以你要再连一次。我们拿这个后头举例，我们先点到这个后头上，按着 L， 你会发现眼睛的这些三角面的部分呢，它就没法跨过去。你把鼠标移动到这个三角面上 L 一下，你看它就连上了。这种操作东西一定要自己去练一下啊。好，我们进入下一个重点啊，就是循环选择，就是你先选中一个点，然后按着 Alt 双击一下，哎，它就会选择跟它相连的一圈点。这个循环选择其实是有技巧的，比如说我想连纵向的一圈点的话，那我就先选中一个点，然后把鼠标稍微往纵向的方向挪一点，然后这个时候按着 Alt 双击，那就选择纵向的一圈点。如果是横向的话，你就往横向的方向稍微挪一点。OK， 双击，它就选中了。线模式也是一样，我们按着2切换到线模式之后，在这个方向上双击呢，它就是纵向的一圈线，然后在这个横向的双击呢，就是横向的一圈线啊。面模式也是一样，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啊。好，我们切换到线模式，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另外一种选法，就是它在垂直方向也是可以选的。好，我们按2先切换到线模式，然后按着 Ctrl Alt 双击。你会发现它可以选择垂直这一圈线，像这种有时候我们做一些花瓶啊、罗马柱啊这种模型的时候，就可能会用到这种选择。还有一种随机选择，你可以把鼠标放在这个选择上，就随机选择，它可以随机选择一些点线面，这种也是经常会用到的啊。还有一种方法需要你有一个数字键盘，就是小键盘，就是我们有时候会用到加选和减选，可以用这种方法。首先你可以选择一个点，按照 Ctrl 加号就是增加选区，然后 Ctrl 减号就是减小选区，这个也会经常用到。如果你没有这个小键盘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选择菜单，然后这边有一个扩展、缩减选区，然后点这俩是跟这个 Ctrl 加号、Ctrl 减号是一样的啊。选择的方法基本上已经讲完了，然后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框选这一块，你发现背面这个球的背面没有被选中，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透视模式，在透视模式下的话，你是可以选中背面的点的，比如说你看。这背面就被选中了，那个快捷键是 Alt Z， 切换回来，再 Alt Z 一下，就切换成透视模式了。这个是经常用到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好，点线面的选择讲完之后呢，我们来讲一下点线面的控制。这个其实很简单，我们先进入编辑模式，然后控制就是移动嘛 ，G 是移动，然后呢 R 是旋转 ，S 是缩放，所以说。你在控制点的时候，你只能移动；你要旋转的话，你可能要切换到那个线模式或者面模式，你才能看到旋转跟缩放的效果。比如说现在我们就在线模式下，你按照 R 那就旋转，按照 S 它就缩放，对吧？好，我们按着3切换到面模式也是一样，就是 R 是旋转 ，S 是缩放，然后 G 是移动。好，我们 Ctrl Z 撤回。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如何删除这些点线面。好，我们拿这个立方体举例吧 ，Tab 进入编辑模式。删除的快捷键是 X， 点击一个点 X， 然后这边会弹出个菜单，你选择删除顶点，然后你就会发现除了这个顶点消失了，那跟这个顶点连接的3条边也会消失了。然后 Ctrl Z 撤回一下。好，我们按2切换到边模式，然后我们删除一个边 X， 这边有一个边，你删除一个边之后，你会发现，哎，这条边消失了，然后跟边相邻2个面也消失了。好，我们 Ctrl Z 撤回一下啊，这个时候我们再按一次 X。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选择删除顶点，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它就会
把这条边的2个顶点给删了，然后这个2个顶点相邻的几条边也全部都消失了，所以它消失的面会更多一点。好，我们还是 Ctrl+Z 撤回啊，我再讲讲什么是熔并。比如说我们选中这条边，我们按着 X， 这边有一个直接可以删除这条边，然后看到下面还有一个熔并边，这什么意思呢？就我们直接删除这条边的话，你会出现一个大洞，就是你整个就少2条面嘛。好，我们 Ctrl+Z 撤回，然后我们 X 熔并边，你会发现它也少2个面，但是它会把剩下的面给缝起来，就是它不会有个大洞。接下来讲一个陌生的概念，就是法线的概念。为什么要有法线的概念呢？因为计算机有的时候需要知道你这个平面的正和反，就是正面跟反面，所以呢，它就发明了一个概念叫法相。那我怎么看这个面哪个是正面，哪个是反面呢？你可以到这个按钮里面把这个面朝向打开，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平面默认的正反面了。蓝色的是正面，红色的就是反面。好，记住了哈，蓝正红反。那这个有什么用呢？它用处可大了。比如说我把这个面像这样旋转好多次之后，你肉眼如果不把这个打开，你是不知道哪个是正面，哪个是反面，对不对？好，这边拿了个苹果做案例，你看到上面这些纹理都是一些贴图，这个你不用管，你还没学。我在这里主要是跟你讲一下，就是法相对贴图的影响。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面朝向打开，你看这个苹果，它这一圈全部都是蓝色，但那叶子呢，它因为它是个平面嘛，所以它有一个正面跟反面。那个苹果你看不到，是因为它反面在里面。好，我们先 Tab 进入编辑模式。然后呢，我们可以3切换到面模式，选择这2个面，然后我们 Shift N， 你看会跳出来这个，我们把它点一下向内，你看到没有？它这个反面就翻过来了。然后我们可以 Tab 退出，我们可以把这个面模式给关掉，你看一下，它变成这个样子了。你看到没有？这计算机在计算的时候，它就出问题了。好，我们选择这2面 Shift N 把它翻过来就好了。你就记住，就是法相就是一个面的正反面就行了。蓝色代表正面，红色代表反面。还有一个概念叫法线，法线就是垂直你这个面的线，它代表着你这个正面的朝向。那怎么看法线在哪里呢？就很简单，在 Blender 里面，你点击你这个模型，我这里有一个模型，刚才被我摧残了一下啊。然后呢，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然后你可以点击这边的你要进入那个编辑模式才能看到啊。首先编辑模式，然后你再去点这个按钮，然后这边呢有一个法相，你可以点击这一个按钮，这个呢就是点模式了，这个是面模式的法线，你点一下，你会发现在面模式这根有蓝色的线，就是有蓝色的线的这个面呢，就是你的正面，就是法线是这个方向。然后你看到没有，它就是在垂直于这个面的。然后顶点模式的法线呢，就是垂直于这个点的切线，就是这根深蓝色的线，你看到没有？它正好是垂直于这根点的这根切线的方向。还有中间一个按钮呢，它是一个拆分法线，是红色的，这个我们用的比较少。这个是一般他们游戏开发里面有时候会用到一些自定义拆分法线的方向的时候，他们会用到。你只要知道这些点法线和面法线是怎么去看，然后它是表示一个面的正反方向的就可以了。好，大家先了解一下这些概念，等后面在建模的时候，你会更加深刻的知道这些东西该怎么用。好，本节课呢，我们就主要讲了一些点线面的选择和控制。我们下节课呢，就开始讲一些基本的建模操作。那我们下堂课再见喽。Cut tips.